菩萨，阿弥陀佛。我们等一下诵经的时候，又要更上一步。什么叫做更上一步呢？我们要观想，我们是在般若会上啊，我们不是一开头就念南无什么般若会上佛菩萨，所以不只是观想观自在菩萨跟我们在一起而已，还要更进一步的观想，我们是在般若会上佛菩萨之中，我们的四周围都是佛菩萨，难道不是吗？您看看你们的左边的，你们右边的，他是不是佛菩萨？看一看，看一看，他是不是佛菩萨？看你后面的，是不是佛菩萨？哎，看一看，哎，是不是？哎，都是佛菩萨啊，都是佛菩萨啊。这个佛啊，讲般若经啊，是在摩羯陀国。摩羯陀国的首都啊，叫做王舍城。啊，离开王舍城1-2个小时的地方就是灵鹫山。啊，那灵鹫山是佛讲大圣经典的地方。佛讲小圣经典，这是阿含经最常去的地方啊。啊，那就是什么祇树及孤独园。这是佛最常去讲阿含经的地方，而大圣经典最常讲的会啊，是在灵鹫山。灵鹫山，因此啊，我们修行啊，这是一步一步的提升。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请各位就观想般若会上佛菩萨呢？没有观想这种清净海会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功夫还不够，好，还不能够观想那么多的菩萨出来，啊，因此，诸位可以回忆我们第一次怎么诵，第二次怎么诵，第三次怎么诵，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诸位菩萨，真的您要啊，心很清净，很恭敬的观想出我们是在般若会上。而我们的四周围都是佛菩萨，都是佛菩萨。啊，请诸位合掌，合掌。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见，乃至无老死亦无老
世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咒，即受者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好，请放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可见的，只要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是依靠着观世音菩萨而度脱一切的苦厄？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在印度就已经有了，后来呢，在西藏、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特别的流行。当然，在斯里兰卡也曾经出现过观世音菩萨的信仰。不过，在北传佛教的国家地区，观世音菩萨的信仰特别的普遍。为什么呢？在显教的地区，在密教盛行的地区，都有观世音菩萨这么样普遍的信仰。那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都是属于莲花部莲花部。我们有五方佛，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还有中央，有五方佛了。这个五方佛之中这个西方佛西方佛就是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西方佛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两旁的胁侍呢，就是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这个大势至菩萨。大势至，什么叫做莲花部？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了。那莲花部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一种譬喻，譬喻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称之为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又称为五浊的恶世五浊的恶世，就是这个世间有五种浊非常的脏，非常的脏。但我们要效法这个莲花，莲花是在越污泥的地方，它生长得越漂亮，越好看。虽然我们现在是处于这种娑婆世界，可是我们要跟莲花一样，虽然是污浊，虽然是痛苦不堪，可是我们的佛性仍然存在。我们在越不好的环境里面，越能够
生出灿烂美丽的莲花。请问娑婆是什么意思？啊，堪忍啊，堪忍啊，堪忍是什么意思呢？啊，是能够忍得出，忍得下来了，那称之为堪忍。那忍得下来，是不是有一点委屈？有人说：“哎呦，你欺负我，可是我有很多的苦啊，有一点委屈的样子，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一点委屈？既然是堪忍啊，有没有委屈的味道呢？啊，我们如果从消极面去看呢，堪忍啊，这个世界的苦啊，我们还是忍受下来了啊，是有一点消极面啊，但我们可以从光明面去看。”啊，从这个积极面去看，什么叫做堪忍？就说世间的一切苦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世间的一切苦都是空性。我是可以忍得过的。世间的一切苦啊，都是空性，因为世间的一切苦，只不过是我们对五蕴、无明、作业、烦恼、执着其上而已。它并不是真实的，世间的一切苦都不是真实的。你即使是病，也是假的。为什么病是假的？病啊，是因为众因缘合所以病了，它也会改变的。要么病就病好了，要么就死掉而已。所以，病啊也是可以忍得下来的。世间的一切的苦啊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都可以忍得过。即使说死是大苦，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死后如果没有往生净土，没有成佛的话，砰，一下子又立刻投胎了。我们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很快就立刻投胎了，所以死的苦也不是真实的。您只要有这种般若智慧，照见了五蕴皆空，就知道一切皆是空性，一切都不是独立实有，一切都不是常依主宰，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这个称之为娑婆世界。所以此后呢，我们各位朋友，你们碰到苦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个苦哦，好苦哦，好苦哦！”哪里有什么苦？我们是堪忍世界，这些苦都可以度得过的，因为这些苦啊都是假的。观世音菩萨跟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西藏的因缘这样子的神，那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因为观世音菩萨在这些地区所产生的灵验故事最多，尤其是西藏佛教，我们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如果把观世音菩萨给拿掉，西藏的佛教了，我看只剩下1/3，只剩下1/3，因为西藏的佛教观世音菩萨的雕像最多，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最多，连达赖喇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到处都是观音菩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在中国地区如果把观世音给拿掉，那大约只剩下1/3，再把阿弥陀佛给拿掉，那就整个佛教就没了。西藏佛教也是一样，处处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观世音菩萨在印度，在南传国家，它是示现男生的；在西藏，我们有发现观世音菩萨是男的，是男生。那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多少？很多我们讲说是32相，是不是？其实不是32相，更多我们最简单的可以看得到观世音菩萨有这个在我们中国汉人地区呢，示现女生是2只手1个头2个眼睛这样子的。但是在西藏佛教里面观世音菩萨就有4倍观音，
4只手背，啊，出现男生，有4臂观音，有6臂观音，有8臂，就是8只手臂观音，有10臂观音，有12臂观音，有11面观音。面呢，出现11面，啊，3个面，再3个面，再3个面，最上头还有1个头，有11面观音。再上来有16臂观音，16臂，16只手臂，各拿不同的那种法器。再上来有18臂观音，18臂观音呢，就是所谓的准提菩萨。有没有听过准提菩萨这个名词？准提菩萨有没有听过？准提菩萨就是准提观音。你们以后注意，你们到佛寺里面，如果看到有18臂观音的，那个就是准提菩萨，这是准提观音啊，准提观音。准提观音呢，在中国的信仰从唐朝以后就有，啊，而且是中国的密宗修行里面，啊，最多信仰的一位。昨天我说过，这个密宗在中国，从唐武宗灭佛以后，密宗就消失了。在密宗里面被保存下来的、绵绵不绝的，那就是准提观音的信仰。18臂的观音有18只的手臂，那就是准提观音。准提菩萨的法门灵验最快，您只要念那个准提咒，有时会念准提咒的。素云你会念准提咒哈？素云菩萨啊，美华菩萨你会念？你会不会念？啊？怎么念？对，我们明珠菩萨会。南无萨多那三藐三菩提，居士那萨达多，唵哲利主利真利梭哈，唵布利，唵哲利真利梭哈，那，好久没念了。对，我们如果参加法会啊，这个有这个结斋所念的那个就是准提菩萨咒，准提菩萨咒，准提菩萨咒啊，我们可以念他的心咒就可以，就是唵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就可以，唵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大家可以念一下，唵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你这样子诵，唵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唵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唵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在诵这个准提咒的时候，感应最快。什么感应呢？您可以感应到那种强有力的力量在你身上出现，你那时候会起一个身心巨大的变化，那个气最强。所以念准提咒啊，那个感应的故事最多。感应故事在你一念一坐下来一诵这个准提咒，全身就发热，全身就震动，那全身这个气脉啊就畅通。很多灵的故事，那要知道所谓的准提咒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最多呈现的是18臂18臂的观音它是3个眼睛18臂因此我们到佛寺去，你只要看到有18只手臂中间呢多了一个眼睛的，那个就是准提菩萨那再上来当然也有32臂的观音，64臂的观音，108臂的观音还有这个千手千眼的观音。千手千眼就是真的有1000只的手臂，1000只的手臂。我们看到一些雕刻即使没有1000只手呢，也有很多的手。我们也看过这个画像，用画的呢，真的画出1000个手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自己这么说他说他曾经画过1000只手臂的观音，1000只手臂，每一只手臂上面呢都有一个眼睛
都有眼睛。他画了多久呢？画了3年。这画了3年呢，才把这千手千眼的观音给画出来。那这3年之中，他除了这个休息的时间以外啊，每天就在他画室里面，每天画佛像之前，画观音、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以前呢，他就先打坐，一定要先打坐啊。昨天晚上我说过哈，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去佛法里面去找啊，绝对可以找得到答案。他就先打坐，打坐以后就开始画，如此画了3年，这个是他的发愿呢，啊，因为他从观世音菩萨那边得到很多很多的灵感，他就发愿说要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给画出来。他3年后，观世音菩萨画好以后，一画好，啪，人就病倒了，啊，病倒了，这个1个礼拜，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这个很简单。因为他这3年之内呢非常专注，啊，那3年之后，他把所有的业障统统逼出来，啊，早上有菩萨说，怎么样是断我们的苦因？生病呢，受苦了，人家骂你呢，人家打你呢，人家杀你呢，就是把苦的因给逼出来，那苦的因呢就断了。但因为画了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呐，他虽然病了1个多礼拜以后，人完全换了一个人。因为他过去的烦恼的因业因呢，通通呈现出来，他人整个通通改变出来了。他就是从观世音菩萨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再说我们现在读的心经啊，是谁翻译的？我们现在读那个经文是玄奘大师的翻译，玄奘大师的翻译。在玄奘大师之前呢，还有鸠摩罗什也翻译过。但我们现在比较通行的就是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很聪明，很小就出家，曾经发生的故事是小时候就要出家，结果那个主考官不让他考试，说你这么小你要出什么家古时候的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定是要皇帝，你要出家一定要皇帝准许你，皇帝来度你。一定要先经过皇帝派这个全国最有学问的这种学者呢来考试，先考考你，你的程度够不够，先检验你够不够你程度够了才准许你出家。这个小孩子要出家，那个主考官呢一看你年纪这么小，干嘛不让你出家？因为依照规定人要20岁才能出家，可是他很小就想要跟着哥哥出家了。那这个主考官就问他了，问玄奘说玄奘干什么？你这么小，你为什么要出家？那玄奘大师那么小，就有一个大愿，有一个大愿他的大愿是什么？弘扬正法，像我们这个小妹妹一样，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弘法利生。他说我就是弘扬正法，他在弘扬正法，这么小8、9岁的一个小孩子就这么发愿，我要弘扬正法。那这主考官就让他出家了，出家以后他就读了很多经典，他发现了很多经典里面有互相重复、矛盾、冲突的地方，他就起疑惑了。经典呢怎么会冲突呢？是不是有翻译错误？他就发了一个大愿，我要到印度去取经。这是故事就这么来的，他就要发愿去印度取经了。他看到中国的佛经那时候有一些互相冲突、不符合的地方，依照他修行经验来看他就发愿到西藏去取经。唐太宗不允许，他出国了不给他护照申请护照了不准，他叫什么？偷渡出境，溜溜的一出去，从长安往西经过甘肃宁夏。往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玉门关大家知道了，那个关死去无故人那真的是天地茫茫一眼望过去只有滚滚黄沙千万里，根本看不到一个人，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人迹罕至。有100人去印度只有3、4个人活着命回来。
但玄奘大师还是发这么一个大愿。哎呦，我们想想看呢，现在人太舒服了，要去印度了，搭飞机，今天一搭，印尼一起飞这个傍晚就到印度了。古时候啊，哪里有那么简单？要走好几年呢。他出玉门关啊，我们只要看古时候的人写的诗啊，精诚所至，金石必然为之开啊。其中我们讲3个主要的事件。第一个事件，他通过那个800里的流沙，800公里啊，800里啊，800里的流沙，我们晓得河西走廊一过去，通通是沙漠。这个800里的河沙里面呢之中啊，没有这个房子，没有人迹，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啊，没有这个人走动。那沙漠之中，因为死了很多的人。当时中国到西域，就是到印度去呢，这条丝路，很多的生意人在那边走动，可是很多的生意人100个里面只有3-4个活着回来。那在沙漠之中啊，就死了多少人？敦煌的壁画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说那些到印度做生意回来没有死掉的人，就发一个愿，在石窟里面雕刻来许愿。我们中国人都有许愿，就是雕刻了那么多的佛像，就是这样子。玄奘大师也是一样，他就渡过这个800里路的这个流沙，因为这个途中啊，很多人冤死了，很多人冤死就是仇恨，恨恨不平这个好像变成孤魂野鬼一般。那孤魂野鬼一般呢，就晚上了，白天呢那鬼影重重这很多的那种很恐怖的景象就出现，很恐怖的景象出现。这个玄奘大师他就念鸠摩罗什的心经，鸠摩罗什的心经鸠摩罗什比他早200多年，将近300年那时候心经就已经有了，他就诵鸠摩罗什的心经。鸠摩罗什的心经这么一诵，那些鬼影重重就消失了这个是一种灵验也就是说，因为心经里面都在讲这个空性，因为心经里面呢都在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你只要用这种智慧一观照，你就晓得一切皆空，即使6道众生都是空人是空，鬼道当然也是空，地狱也是空。用这种智慧，他就度过了这些魔鬼、孤魂野鬼对他的一种骚扰，这个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他在行进路中有一些胡人，也就是说西域的人当他的侍者帮他挑东西啦，帮他这个牵马啦照顾他的。途中的时候，这些胡人能供还这些胡人心坏了，心起一个恶念，想要把玄奘给这个杀死要抢夺他的财物，把他那一匹马想要这个夺去，把他身上的东西想要把它拿掉这个胡人就起了这个恶念起来了。这个玄奘立刻把心经一诵，这么一诵，这个胡人拿着刀要砍这个玄奘大师，玄奘大师立刻诵起这个心经。您看不可思议，玄奘大师他变成观世音菩萨，那个胡人刀子一杀过去了，竟然看到观世音菩萨，那胡人就立刻跪下来忏悔，立刻跪下来忏悔，他说：“哎呀，我错了，我这个心坏了心坏了。”然后他有那种功德，让他这一诵就自己化成这个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个视线来救度他这个是第二个灵验的故事。第三个灵验的故事，他是在沙漠之中行进，孤单单的一个人不像《三国演义》里面演得那么精彩。
三国演义》演的有孙悟空陪着他，诸葛亮，还有沙悟净啊，是沙僧悟净哈，这个陪着他没有啊，他是单独一个人，因为跟他一起去的人通通死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没有死。他就骑着这匹马走啊走啊，在沙漠里面走，突然好几天了都没有碰到水源，没有碰到那个有草有牧草的地方，马没有草可以吃，也没有水可以喝，玄奘也没有水可以喝，所以人马通通饥渴昏倒过去5、6天。玄奘大师在冥冥之中，昏倒过去5、6天。玄奘大师在冥冥之中，昏睡之中啊，他仍然记起这个心经，他又开始诵这个心经，诵这个心经，诵，他说又记起这个心经，一诵啊，这种灵验的故事又产生了。那匹马醒过来呢，这个玄奘大师很疲倦的就趴在这个马上，走了10几里路啊，走到一个不知去向的地方，不晓得，根本都不是路，在沙漠里面根本都不是路，也不晓得是哪里，都不知道，走了10几里路，走，发现一片的牧草原，发现有这个水在那边，那个马就有牧草可以吃，也有水可以喝，玄奘啊也就喝了那个水。那根据这种传说，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观世音菩萨的化现是记载于这种《法华经》普门品，《法华经》普门品《法华经》普门品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发这么一个愿：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来度他。观世音这个名号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观自在菩萨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观世音它有2重的意思，第一重的意思是他自己修，我们昨天所介绍逆观反闻文字性，我们凡夫是循声流转，观世音呢，它是观那个音声，反闻文字性，从声音回到自己的耳朵，回到耳根，再追究耳识，再追究这个闻性，再追究闻性的最根源就是这个佛性，因而证悟，耳根圆通。这是自利方面。那利他方面呢，就是普门品里面所说众生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来度他。这是观世音菩萨这是从《法华经》普门品，还有这个《悲华经》有另外一部经就是《悲华经》，另外一部经这个《悲华经》，《悲华经》也有记载说这个佛受记给这个观音菩萨，说你将来这个成道以后如果有众生发出苦难的声音，称呼你的名号，您呢就会观其音声，寻声救苦。所以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字，寻声救苦他自利的方面呢，就是反闻文字性，寻声反闻文字性；利他的方面就是寻声救苦。你有什么苦难，称呼这个观世音菩萨，观菩萨他就会视线来救你跟中国人最有缘那此外呢，还有很多，我们周遭的朋友可能有很多都是信仰观世音，而且从观世音菩萨那边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些都是属于信仰方面的，宗教信仰方面，那只有个人自己去体验我们没有办法重复这个经验，那唯有自己的宗教修持了。那这个观世音菩萨或者是观自在菩萨，为什么鸠摩罗什翻译为观世音菩萨，而玄奘大师却翻译为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观音菩萨的梵文怎么写？对，
阿瓦罗提特斯瓦拉啊，阿瓦罗提特斯瓦拉啊，Loki 啊，这个是是的意思啊。阿瓦是这观的意思。Tesvara 应该讲起来啊，是自在的意思。玄奘大师会把观世音的名称改翻为观自在，是有理由的。梵文里面的 loka 啊 ，loka 就是世界了，所以这个 loki 呢就是世界的意思啊，知道哈 ？loka 知道啊 ，loka 就是世界啊，那这个 loki 呢就是世界的那种另外的转音 loki， 阿瓦就是观，用心的去见，用心提起正念，用这种智慧啊去见。阿巴拉 Tesvara 就是自在，这自在啊。鸠摩罗什他是着重于观音菩萨啊，在怎么样子观世界的声音，而逆观正道，一方面又着重于他的一种悲愿救度众生，这个又着重于他度众的那种悲愿，因此翻译成观世音菩萨。而这个玄奘大师，他把梵文本的心经啊带回中国以后，他重新翻译，他是根据这个 Avalokitesvara， 因为他精通梵文了，他在印度啊前后17年的时间啊，他学问非常好，曾经跟印度人大辩论啊，无遮大会呢，1个礼拜7天，他大胜啊，全印度啊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辩得倒他啊，在印度啊辩论啊那是事关生命的事情，你辩论输了，只有2条路可走，第一个变成对方的徒弟，第二个自杀，只有这2条路，是非常慎重的。那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就在这个无遮大会上，这个他称这个无遮大会了。他这个无遮大会上呢，跟全印度最有学问的学者辩论。所谓无遮呢，就是说不限定题目，不限定题目，这个题目不限定范围，不限定题目，什么问题都可以辩。那辩了，好像是3个月哦，我讲错，是3个月才对。他辩了3个月，无遮大会，就是没有题目范围任何限制的，他这样一辩论，所以他胜了，他胜了。因此呢，轰动这整个印度，轰动整个印度。这个玄奘大师他想要回到中国，印度的国王肯留他，就是不想让他回来，但玄奘大师还是决心回到中国，那时候已经是名震中国，名震这西域印度了。等到回到中国以后，他才开始译经，那个时候已经是45岁，他45岁开始翻译经典，他翻译经典翻到几岁死掉？玄奘大师几岁死掉了？圆寂了，比较好听。他几岁圆寂了？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哈，没有啦，他没有活那么长命啊。玄奘大师不可能活那么长命，为什么？因为他到西域沙漠那种折腾，营养不够休息不够尤其是回来以后要翻译他的翻译跟人家不一样了，这个不得了。这个玄奘大师他的翻译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早上上午的时间，他是在讲经给学生听像上课给学生听，下午才翻译经典，晚上他就开始打坐到11、12点，睡觉1、2个小时，2、3个小时，3、4点钟他又起来又打坐
打坐完了，吃完早餐又开始上课，上完课中午休息，下午呢开始翻译，翻译晚上啊他又开始打坐啊，这样子啊。他62岁，有的记载说是63岁就过世，啊就过世。从45岁开始翻译，翻译到这个62岁，啊，平均很好记啊。平均一季就是3个月，春夏秋冬1年，一季呢翻译一部经，所以平均1年可以翻译出4部经。他从这个45岁翻到这个62岁、63岁，总共翻了多少年？27年。那这样子很好记啊，你只要27年或是28年乘以4，那就是他曾经翻译过的经典的那个数目。经典有长有短啊。那我们现在最流通的就是这一部的心经啊，这一部心经，他把这个 Avalokitesvara 依照原文啊，这个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2个人翻译的风格不一样。鸠摩罗什翻译的风格是着重通顺啊，句子很美。玄奘大师啊是着重啊意思一定要对，忠于这个原著。因此鸠摩罗什的翻译的经典都非常美，文字文词词藻非常的优美，读起来都很顺。那玄奘大师因为着重忠实与原著，他很多的经典都不怎么顺啊，因为他要很忠实这个原著啊，一个字都不差。唯有心经啊，最通畅，但也没有失掉他的那个忠实度。比如说 Avalokitesvara， 他就翻译成观自在，那应该是观世自在了啊，观世自在。为什么观世自在会变成观自在呢？为什么？第一天我们就讲过了，为什么？李世民皇帝诸位朋友知道吗？玄奘大师要到西域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皇帝是唐太宗他出生，玄奘大师出生于公元的600年，很好记啊。他要到西域去取经的时候，唐太宗是皇帝，不给他这个护照。回来的时候，他是偷渡出去的，偷偷摸摸出去的应该回来这个皇帝应该抓起来关了不把他杀死也要这个打个这个300下这个皮鞭呢惩罚。可是因为玄奘大师在西域17年，名震西域，名震印度那个风声之大，名声之大，老早就已经传回中国。唐太宗知道这个玄奘大师要回来了，出京城离开这个京城长安这个400-500里路，走了好远好远的500里路，率领文武百官，在这个半途上把玄奘大师给这个迎请回来那这个是看到这个唐太宗对他的尊重。迎请回来了，还有一招这个时候又可以看得到这个玄奘大师的伟大。玄奘大师的伟大孟子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还有呢，贫贱不能移。不管你是富贵，不管你是受到威胁威武不管你是贫困都不改其志，孔子他也说过一句话孔老夫子也说过一句话小人穷斯滥矣。你说小人小人不是这个我们小孩子小人是指那些心智不坚定或是品格不怎么好人。小人穷斯滥矣你如果说没有品性人一穷斯滥矣，就整个都烂掉了因为穷怕了，就要么就是抢，要么就是骗要么呢就是一点志气都没有，摇尾乞年，要向人家乞讨。但是这个君子呢，固穷，就是孔子的话，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啊，这个君子呢，即使是在穷困的时候，还是照样这个志节坚定啊。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这是孔子的话。子曰那孟子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贫贱不能移很有意思哦。那像这个玄奘大师这么样的一个出色的一个出家人呢，学者，他是被全世界人称赞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旅行家、最伟大的留学生、最伟大的翻译家，最伟大的修行人对中国佛教的贡献，那当然不在话下我们中国易经最伟大的就是这个玄奘大师，其次呢是鸠摩罗什他们的风格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有所比较。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对好，那你再写这个你再写这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武不能屈呢，就是说碰到威武，碰到有人这样子以他的武力他威武的时候想要欺负你的时候您如果是一个君子的话，你不会为之所屈。还有一个贫贱不能移，淫你少了一撇；富贵不能淫说你富贵啦你不会这样子的很拽很傲慢贫贱呢不能够移其心志不能移其心志。所以这个孟子也是在强调，作为一个君子，作为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这种志节玄奘大师回来了，回到长安了。唐太宗一看，这么一表人才学问那么好，他就对玄奘大师说：“某某人请你还俗，我要让你当宰相。像你这种才能呢，来治理我们国政最好了。我把国家的大政你当宰相，你来帮助我治理这个中国，让我们中国会更加的富强。要让他当宰相，请他还俗了。”我们看看，如果是他志节不坚定，这志气不坚定，会怎么样子赶快还俗当这个宰相去了，但是这个玄奘大师对李世民回报说：“陛下，很抱歉当宰相不是我的志气这个我的工作呢，我的使命呢，比当宰相还要重要。当宰相只是一时的，只能够暂时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让老百姓康乐而已。我要做的工作是弘法利生，是翻译经典让更多的众生能够解脱这种痛苦，心灵上的这个是千秋万世的大业。”他就婉拒了李世民的邀请不出任这个宰相继续从事他的翻译经典工作。那李世民就很感动他就用国家的经费拨给他成立一个译经院某一个地方专门的是来译经的，召集全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出来，在他的手下听他上课天天上课，天天翻译这个故事玄奘大师的故事台湾最近有一个 opera， 有一个歌剧这个把它编成玄奘大师的歌曲玄奘大师的歌曲在台湾演出我们曾经放映过那个影片给大家看那个演出者呢要我把它翻译成英文但是我的英文很不好所以我就找了我们这个英文很好的沈师姐在这里那一位沈师姐你站起来她的英文很好还有杨师姐，她的英文也很好还有我们这个吴师姐她的英文也很好还有你有没有参加你没有参加
你没有参加？他的英文也很好，还有在台湾好多位朋友英文都很好的，就请他们把那个歌剧那个 opera 翻译成英文因为那个演出者他跟我讲说11月要在新加坡演出，所以你如果11月的17号、18号，如果你们有到新加坡去的话找机会去听，那很感人。就玄奘大师的那个故事，用 opera 这个演出他那个剧团我看有20-30个，有20-30个人呢，用歌舞的方式，用旁白的方式这样子演出玄奘大师的那个一生重要的事迹。中文的文词非常美。那这个演出者呢，就说新加坡希望有英文的翻译。因为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不懂中文那就找来找过去就找到我那里去因为他晓得我后面有很多的秘密武器这些人都比我强他们在 back up 他们在对我 back up 他们替我工作了同时将来也会安排到美国啦，到欧洲去洋人的地区来演出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故事。玄奘大师的故事很感人是真的值得你们去看我那时候看那个录影带是好感动那种玄奘大师的那种悲怨他当然也另外编了孔子的故事最近呢是要演出谁的故事？最近是要演出谁的故事最近是要演出谁的故事？9月份要不是国父，是另外一个佛教的故事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这是玄奘大师他的伟大，他就说很忠于这个原文，他就把梵文的 Avarakitesvara 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写出来了。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观世自在。只是因为那时候的国王是李世民，为着尊敬这个国王起见就把那个世给这个拿掉，简称为观自在菩萨。那观世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尊菩萨用他的甚深般若来关照这个世间，关照这个世间得到大自在，关照这个世间一切皆空，关照这个世间没有人我的分别没有这个大小的分别，因此呢有了大慈悲。先有这种大智慧，才有大慈悲。因此观自在菩萨他才能够度众，他自度，用智慧来自度，智慧的证得了毕竟空性，产生了这种大慈悲，才愿意发这个愿。众生如果有苦难，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如果有苦难只要称呼他的名称，他就立刻示现来救度他，这个就是观世自在的意思观这个世间而得到这种大自在。那这个观呢，我们说过有自在，有这种观境自在、观照自在，还有作用自在了作用自在好，我们紧接着看那个经文看经文已经进入这个本论了，正中分。正中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分为第一项哲学的理论文，分别诸圣分诸圣分里面甲是人间观正报论。好，我们翻过来，乙是宇宙观，是依报论。依报论有世界观，有这个人生观。第二项是宗教的实践门，行人得一分，甲是修养分。修养分。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页回到这里了那这样晓得了，就说这个心经的本论它分为3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哲学的理论，第二大部分呢是宗教的实践，
宗教的实践啊。那哲学的理论呢，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哲学理论？它是分别诸圣分别诸圣，第一个是讲这个人间观这个人间观，这个人间观我们众生的苦厄因为这个五蕴这个无明不了解了我们如果依照佛教来修，将这五蕴给这个发展的话，我们受到五蕴无明的影响，在发展的话，我们就会因为受到六根的影响，再来六尘的影响，再来六识的影响，扩大至扩大至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属于人圣的部分。人圣我们这些凡夫，我们的痛苦来源呢，就是五蕴、六根、六尘、六识，在逼迫着我们，让我们痛苦。我们有觉醒，想要修行，一定要有正知见。如果没有正知见，那就是变成外道的修行。外道也有的印度教有一些也有修行，外道也有修行，可是因为知见错误了，因此结果呢都不是好的。那佛教它有很这个如实的这种理论，如实的方法，因此呢它有相应的道和果，我们第一天就说过，心经是属于实相论成佛之经典，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就会到达什么样的目的地。心经是可以成佛，成佛呢就必须通过这么多的这种过程，为什么心经里面要讲说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那是18界。为什么？因为一执着为有，就是生死轮回。想要解脱人的生死轮回，就要把它证空，证到这些一切都是空性，这样子才能够了生死啦。等到了生死之后呢，就开始修这个声闻乘。声闻乘是修苦集灭道好了，这些修苦集灭道证得阿罗汉的，以为阿罗汉涅槃是最高的境界，他就停留在那个境界了，不肯前进不肯前进。法华经里面有一品呢，就是化成玉品，就说佛为着接引这些众生，他在成佛的途中，他就示现了故意示现了很多的化成这个很多的化成什么叫很多的化成？我们用一个比方好了，我们加卡达这边出发到苏拉巴雅去，苏拉巴雅譬如是我们的目的地，这途中要经过沙马浪，还有其他的小都市，以前要用走路的，走1个礼拜2个礼拜这么远，那走这么远会很辛苦，脚会酸痛。这个佛就跟他讲说快到了，前面就有一个城市，有一个客栈，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这样子提起勇气走到中途的一个都市休息了再讲前面呢开始又走吧，前面呢又有一个都市那个城有一个客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休息，所以又鼓起勇气又要走。如果一开始就跟他讲说一开始就说哇，我们现在呢要一鼓作气，从加卡达走到这个苏拉巴雅去民工脚都已经软了都不用走了。因此佛为着接引这些众生才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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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成就是我们所说化身有4身化成，它是化出一个城市，这个是一个虚幻的城市
来鼓励修行人，不会说哇，你一下子要让我成佛，我怎么办得到？我才办不到啊！你看成佛有多远那这佛啊，他才讲说，哎，好啊，先呢跟你讲人生的东西，再来呢跟你讲声闻圣的东西，再跟你讲这个缘觉圣的东西，再跟你讲菩萨圣的东西。但我们一般的人如果听到这个声闻圣的东西，哎，好棒哦！我下辈子还可以再当人因为我在人间里面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他就停留在人生了，不肯前进了。佛就跟他讲，哎呀，人生里面这些东西都是空的，你不要执着所以就让他脱离人生，叫他去修这个声闻圣苦集灭道就跟他讲苦集灭道是怎么回事等到你修了苦集灭道，观16形象观好圆满以后，成就阿罗汉好棒这个佛告诉我这个脱离这个三界证阿罗汉，我终于证到了，我就证到了，好棒好棒，就停留在这里，就不肯前进了，就好像一个化成。这个佛又跟他讲这个苦集灭道这些东西都是空性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你要一鼓作气再进一步修这个缘觉圣，修缘觉圣修，我证得辟支佛了，哇，好高兴哦！您看我修12因缘证得辟支佛了，哇，就停留在那边，就不肯前进。五祖那边想要去修行，五祖叫他去哪里？叫他去哪里？叫去厨房干什么？挑水、劈柴，这个猪本这个就是修行诸位菩萨，你们发心当点坐，当行堂，其实这个就是修行，这个就是在磨练你的心性，然后在培植你的因缘这个小和尚就跑到少林寺去说我要来学武功，这个老和尚一看，你这个小孩子要学武功，派到厨房去，一声令下就派到厨房去，在厨房里面做苦工，做了好几年，3、5年，天天这个劈柴，天天挑水劈柴挑水煮饭3、5年过去了，竟然没有教他怎么打拳，竟然没有教他怎么舞剑都没有这个小和尚就心中有点愤恨不平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是当今的李小龙你还没有捉摸我而已，你如果捉摸我的话，我是当今的李小龙这样子了他的心里头就有一点不太舒服，他就跑去见这个老和尚，说老和尚我是要来学武功的已经够了吧？你把我派到厨房去磨练了3、5年，够了吧？你应该教我武功了吧？你看5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总该给我一点功夫啦。那个老和尚跟他讲，你可以下山因为你的功夫已经学到了啦，那个小沙弥小和尚说，师父你功夫还没教我呢，你怎么要说我可以下山去了？我不会入己师门吗？我不会让我的师父丢脸吗？丢了这个少林寺的脸吗？你这样子就叫我下山去，怎么去打天下？这个师父说，你的功夫已经够好了。这小和尚一下我一点功夫都没有学，哪里是已经好了？哪里已经是好了？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讲你的功夫已经好了，你想想看，你当初来这里挑水的时候，一担水刚刚来的时候，这个挑水挑得很吃力。我看你现在挑水，一手提着这个一手水桶一提起来，古时候有没有自来水？没有这要提水桶的了，一头提水桶还提这样子的你看水桶提这么高，平的，左手也提这么高，这个2手提平的
你看这个手啊，就这样子，这样子从这个河边啊，一直拎着2个水桶，水瓶的这样子奔山而上，到厨房里面呢，一点气喘都没有。你看你的力气不是已经很好了吗？这小和尚，对呀，我来的时候是挑水挑得很辛苦，现在2手一提起来，可以用跑的。还有呢，他跟人讲，你这个小和尚啊，你刚来的时候，你劈柴是怎么劈的？劈柴是什么？一手要抓着这里然后刀子斧砍下去，有的时候会砍到自己的手，这个手会受伤的啊。你劈的柴一点呢都不快，一点呢都是这样子弯弯曲曲，而且很危险。我看现在你现在劈柴不是一拿起来，那个刀啪！你们有没有这种功夫？没有啊，你们没有这个功夫你如果在台湾台湾有一个风俗有没有甘蔗？印尼甘蔗现在最多了。你们有没有见过劈甘蔗的这种游戏？有没有？破甘蔗？没好可惜好可惜没用下。我人家是用破甘蔗，他的甘蔗不必用2只手了，只要这个右手一拿起来，手拿起来这个拿着刀，手那甘蔗一放着，啪，他这样子就切进去他说这个老和尚跟他讲你刚刚才来的时候，你要一只手扶着那个木头，一只手砍下去，有的时候会砍到你的手。现在你不必，就把那个柴给这个劈成2半了。而且呢，我看你的功夫进步多了，现在不必用刀了。你像那个木头一上来，这个木头就被你切断了。你看你的手刀多有力你根本不用刀了，这个是你的功夫你的气功，这样啪，你就卡下去了。这个不是你的功夫吗？够了，下山去。这样去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要慢慢的磨练。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如果会体会就是功夫因此有一句话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佛法，处处都是佛法佛法不只是在寺庙里面才有佛法，佛法不只是在佛经里面才有这个佛法处处都有佛法。你要节节突破，你要一步一步成长，永远成长，永远成长。你要当下承担一直成长学习，成长学习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心经就是这样子告诉这个修行人，你要突破人圣，因为人圣是在生死轮回之中。好，你要突破这个声闻圣，你要突破缘觉圣，你要突破这个菩萨圣，一直到成佛的境界。成佛的境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那个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圆满平等不二的那种境界，一切呢了无差别，当下这个自在，当下顿悟圆满成佛的故事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继续看看那个经文看那经文在哲学的理论门里面有这个人间观的正报论还有宇宙观的依报。那这里就有2个名词，一个是正报，一个就是依报正报的意思是众生有情众生，就是正报，这正报。比如说我们这辈子出生为人出生为华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正报，我们的正报。但出生为华人，出生为人，有人的生存环境，就会是生长在印尼的。那这个印尼这个国土这个社会就是你们的依报。我们是生长在台湾的，台湾呢就是我们的依报要依报有情众生就是正报，无情众生那就是依报。而这个报又是怎么来？报又是怎么来？请问这个报是怎么来？我们说有报有报，这个报是怎么来？报是怎么来的？我们有正报有依报，这是怎么来？为什么会有正报？为什么会有依报
正报啊，就是有情众生的本身；依报就是有情众生所生长的环境。那正报、依报是什么来的？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是业报。业报。业呢，就是我们的造作，我们身口意业。你身口意业是什么？依照因果论来讲，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所以业报，业报，业是因，报呢是果，就是业果是因果因果哈。你知道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的果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这是业报业报。什么业会得到正报？什么业会得到依报？这还是有因果的啦，还是有因果的啦得到正报的业，我们称之为什么业？善业还有呢？得到什么业？得到什么业？什么业？清净业我们说正报正报六道的众生、有情众生都可以是正报因此，你说畜生，你说地狱、恶鬼、三恶道难道是清净业吗？难道是善业吗？是不是 ？No， 得到正报身的业，我们称之为什么业？有哪位朋友知道？哪位大德？哪位大德？白业不是白业是善业明珠呢？知道吗？严芳什么业？严芳什么业？我们小菩萨、大菩萨，这称之为引业了。引业得到正报那知道了。得到依报的，我们称之为什么业？满业得到依报的，这是满业引业牵引这个有情众生的心，去找一个有缘的父母亲，相应的父母亲然后转世，得到正报身，得到这个六道任何一个众生有情众生的身，那就是正报比如说我们转世为人，但转世为人有那么多不同的生长环境，在美国、在印尼、在中国、在台湾、非洲各有不同，各有不同的那个环境，称之为依报。会有那个依报，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满业这是那佛教的名词这是引业和满业，引业满业引业有善有恶，当然有无记，还有清净。善的引业就会让一个众生转世为人或是天如果是恶的引业，就让一个有情众生转世为畜生、地狱、恶鬼。如果是清净的业，就会让这个众生转世或是往生到净土去，清净业这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是修禅定的，有功夫的这种引业，死后禅定的话，会往生哪里？色界天或是无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是修禅定，智慧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有了智慧，那就可以进入寂静涅槃。进入寂静涅槃呢，就不是到哪里去就好像一盏灯，这个火把已经烧完了，自然熄灭了，这样子而已这故事就是如此那就是正报和依报和依报那这个依报所带来依报的业，称之为满业。那你这个满业也有善有恶，有无记有清净比如说这个
我们身为人，我们人呢，所生存的环境各有不同，那是因为我们前辈子所造的满业呢，有善有恶不一样。像诸位菩萨啊，你们很有福报啊，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你前辈子的满业一定很好，一定很好啊，一定很好，因为你们都生长在一个很美满的这种环境家庭里面啊，那就是满业咯。那正报就是众生的主体了。那看这个人间观啊。好，话说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他在093上面，我们昨天说过啊，说这个讲心经前面那是西藏的版本呢，佛呢进入这种甚深三昧之中，啊，他初定，他观察到这个因缘，初定以后，他就用他的心念告诉这个观自在菩萨，今天呢换你讲课，老师要休息啊，然后你讲课啊，那这个观自在菩萨就懂，就是观照般若，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了。哦，他自己的经验有了，一定要有实修的经验才能够教人家。他一看在座的这些听众，哦，智慧第一的是舍利子，就叫他舍利子，啊，叫他一声啊，叫一声这个舍利子，提醒他啊，因为叫别人呢，没有人听得懂啊，跟你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啊，你好像鸭子听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那可是舍利子他听得懂，因为他智慧第一啊。那什么叫舍利子？舍利子又称为舍，台湾话的不啊，不，就是下里不突啊，其实这个突的音呢被省掉了，它只有翻译3个音，下里不啊，下里不沙里不突啊，突啊。多拉这个音呢，被这个省掉，被省掉。那不多拉啊，不多拉这个字呢，这个的字不多拉这个字的是儿子的意思，这是儿子。如果是译音，就是下里不啊；如果是意译，就是翻译它的意思。不多拉这个字是儿子，那因此下里不下舍利佛又可以翻译成舍利子啊，那这个是译音，下里是这个译音啊。舍利子是什么？是那个小小的、圆圆的、亮亮的那一种吗？是不是那个？啊，在这个地方不是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舍利的儿子，舍利儿子啊，可见得他的父母亲是舍利。啊，那这里根据这种传记啊来讲，我们知道舍利佛、舍利子的妈妈称之为舍利，称之为舍利，他的妈妈的名字叫做舍利，舍利所生的儿子称之为舍利子，舍利子，舍利本来本来是印度的一种鸟啊，这舍利鸟，这种舍利鸟啊，很会唱歌，那个声音呢非常的嘹亮，非常的清脆，那声音呢非常的好。也就是说，舍利子的妈妈舍利呢，声音非常漂亮，很会说话，很会唱歌，因此别人叫她为舍利。她所生的儿子就是舍利子啊，舍利子啊，就是听法的人呐，听法人啊，这个上课一定要有老师。如果只有老师而没有听课的人，这个老师会不会讲下去？不会啊，他一看到学生都没有人来啊，不要上课了啊？为什么？因为你要讲给谁听啊？没有听众啊，没有听众啊，那一定有很多的听众。而很多的听众里面呢，他就会找一个能够听得懂他的话的人，
的是最聪明的，那是舍利子。看看今天要上什么课如果是上英文课老师最会教的一定是教说某人这个怎么讲，某人这个怎么讲因此你们被我点到名字的人呢，是代表什么？你们是最有智慧的这怎么讲？这怎么讲？这怎么讲舍利子是他教他。舍利子他是听着，他是指一个人。我们看在前分序论里面呢，有人格和教法，有人格和教法也就是说，一个是主，一个是客了。主跟客或者是宾呢，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文章写文章要这样子你看古时候我们中国人写的诗，或是古时候所写的文章，一定都很严谨，很美因为他们不会漏掉一个因素不会漏掉一个因素没有这个时间，如果有时间我就选一首诗这个解释给你们听，那你们一定会感觉到哇，中国的诗怎么那么美或是选一篇文章讲解给你们听，为什么中国的文章那么样的美美成那种样子那我们心经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说舍利子他就是一个人。序分里面呢还有一个主一个客，一个主一个宾呢，这是一个主角。序分里面观自在菩萨是一个主角，他的法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在正中分呢他就叫舍利子，你要知道我要提醒你舍利子在提醒你，他是这个人，就跟他讲这客体的东西，讲这个客体的东西，用客体的东西来陪衬，来衬托这个主，来衬托这个主那是不一样的啦。诸位朋友，你们要知道为什么心经它会这么的排列，为什么这个心经呢不会说观自在菩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是故空中他为什么不讲这些？为什么不讲这些为什么来到这个舍利子才要跟他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舍利子，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是故这个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等等。为什么这么讲？诸位有没有发现到？因为两个人不一样观自在菩萨的程度跟这个舍利佛的程度不一样是不是？是不是？两个人程度不一样你如果说一上来就叫舍利子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嘛，舍利子个脸昂昂你讲些什么都还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有那个深意有这个伏击在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那个观自在菩萨不一样，他是大菩萨，他已经是行深般若，他一看到这个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入甚深三昧，就初定以后他就知道这个老师的意思。老师打一个讯息，打 pass 给他今天由你表演表演给他们看，看你大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的功夫给他们看。所以这个观自在菩萨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看这个是大菩萨的根基了。那大菩萨的根基跟我们这些凡夫不一样。那为什么要单挑这个舍利子？因为舍利子智慧第一，他可以了解这个空性如果呢是比如说他以阿难为这个对象，阿难怎么样子这个阿难一定听不懂为什么阿难听不懂虽然阿难呢是佛的这个亲弟弟跟随佛20多年这个阿难跟随佛20多年当佛的那个常随众20多年了，也是很聪明的。可是为什么他听不懂呢？为什么？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不把阿难当作心经的这个主要的听众？就是因为他听不懂。那为什么阿难尊者听不懂，不能够了解这个空性大家知道这个原因吗？知道这个原因吗？知道吗？
因为阿难听不懂空性。那这个下来了，为什么阿难听不懂空性？阿难的智慧很高啊，为什么他会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呢？好，为什么？有人知道吗？分享一下心得。长得太漂亮，太执着她的漂亮的外相，是不是啊？还有呢，这个阿难曾经是这样子了。我们读这个《涅盘经》就读过了说这个佛要这个入灭，阿难就在那边哭哭啼啼老师你又走了，你走了，我们没有老师了，我们要怎么办？那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场合，在楞严会上有那么一个场合，那个场合就是佛入灭了，这个阿难都还没有证阿罗汉果，都没有。那在楞严会上，这个佛就问这个阿难阿难你已经跟我出家那么多年了，时常都跟随我在一起，我讲什么你都听得到，我想什么你都听过了，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成阿罗汉呢？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证涅盘呢？还没有证涅盘呢？这个佛就训他，就教训他，就骂这个阿难：你跟我听课听那么久了，到现在呢，你都还没有成这阿罗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阿罗汉这个阿难他就很惭愧很惭愧他怎么惭愧呢？他跟佛报告老师，我非常惭愧，为什么呢？因为一向以来我就只有听你的话，我没有思维你的话。阿难说一向以来我都是只有闻你的法，我从来没有去思维，当然了，更谈不上去修因为这个阿难他很聪明老师讲什么他就记下来，老师讲什么他都记下来，他都记得非常清楚他就靠着他这种本能，自以为说你看我上课多勤劳老师到哪里去我就跟到哪里去，他讲什么我都知道，所以我都知道老师讲的意思那么讲他整个背下来可是到头来他没有思，他没有修，阿难呢就没有成阿罗汉。那个时候他就很惭愧，对，说老师我就是凭借着是你的弟弟凭借着呢我跟随你那么久，时刻在你旁边听你的课我只是因为没有思维，没有实地去修，因此才没有证阿罗汉。那跟这个舍利子不一样跟大迦叶这些不一样，这些呢是有思维有修，有思维有修那其中舍利子是智慧第一，智慧第一。那虽然是智慧第一，要他一下子照见五蕴皆空，也不那么容易。观自在菩萨才这样子循循善诱，一步一步的从最简单的讲起，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他，那引导他，那观自在菩萨这个呢，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观自在菩萨的观，我们讲过有3种观，什么观？空观，再下来假观，再下来中观那这个地方色不异空，就是空观；空不异色，就是假观假观的意思就是承认这个缘起有，缘起是有的，虽然它空性，虽然它变化不居，可是它还是有的，这个就是假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中观。色空不二，这是中，这是中道观中道观呢，就是不二的哲学没有说色
和空这两个极端，没有啊，没有。那这个舍利子，告诉你哦，那色不异空。那为什么要先讲色不异空，而不先讲空不异色呢？因为色我们大家都可以接触得到，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色就是变爱的意思。你这些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听得到的，可以摸得到、触得到的，这些称之为色。它这个比较具体啦，比较具体啊。那比较具体呢，就是例子比较好说了例子比较好说了啊。什么叫例子比较好说啊？比如说诸位都是在雅加达生活的，如果我现在举一个雅加达的例子，那这个诸位大家很容易就可以了解，如果呢，我现在跟你们讲说，那个莲花的故乡就在这个台湾台南县的白河镇，也许诸位都没有去过。我讲了老半天的莲花的故乡你们都听不懂，是不是？你们都听不懂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见过你们没有去接触过，所以你们听不懂，那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但这种色是一种具体的，这具体的说法要有说法的方便。我们说菩萨要有道种智，要了解听众的根基，道理在这里。他道理要懂，也要了解众生的根基的。他就跟他讲说是色不异空，色不异空。色呢跟那个空是没有两样的，但这里要注意虽然说色不异空，已经是色是一端，空是一端也就是说色是一边，空是一边，等于说我说甲跟乙是没有差别的，虽然没有差别，甲还是甲，乙还是乙，是不是？甲还是甲，乙还是乙，还是两端的，跟后面的中观是不一样。中观呢是这个即是这个，这个即是这个这个只是文字上的一个方便说，这两个是不二的。但一开头一定要先从浅的道理来讲，才讲说色不异空色不异空。那后面呢有一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简略的句子，等于说是受，这是感受的受，受也是不异空，空也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事不异空，空不异事，事即是空，空即是事。要这样子，大圣经典把它省略下来了。我们如果读阿含经，它一定这样子重复。阿含经一直重复，很啰嗦很啰嗦。但大圣经典就省略。为什么大圣经典省略？他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样子一笔就带过了。为什么呢？诸位知道吗？就是根基的不一样根基的不一样，因为听众不一样。阿含经的听众，在大乘佛教的角度里面来看他们的根基比较小一点，比较浅一点，因此要一再的重复，他反复的说，反复的说，反复的说，这样子听众才可以听得明白。但大圣的根基，他智慧可以举一反三，举一语而反三语。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以此类推，大家都知道了以此类推就讲了。那色受想行识都不异空，空也不异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可见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指的人
或是有情众生的本体，它的正报啊。因为我们所谓的人者，可以包括身体的部分，还有心的部分。生理的部分就是色，用色来代表啊。那个心理的部分呢，用受想行识来代表，用受想行识来代表。而这个受想行识，因为是抽象的啊，就摆在后面解释。先解释这个明显的身体，先解释这个明显身体，而会用五蕴来这个解释。那是讲色法只有一个，讲心法有受想行识4个。那是说，一般的听众对于抽象的心理比较不了解。我们抽象的这个受想行识啊，比较难体会。但跟你讲这个身体，那就很好体会。因此就将身体生理的部分呢，用一个色法整个带过去了。但是对于心理的部分，就分析成受想行识。其实我们心理部分不只是受想行识而已，不止这些啊。大家还记得吗？心王有几个？6个或是8个？心所有几个？51个啊。那这样知道了哈。好，心王有6个或是8个？那是指这个识。好，心识呢有6个或是8个。心所啊，心所有几个？51个。好，有51个心所，51个心所，50个心所，这是由心王所产生的心理功能、心理作用。在这个51个心所里面呢，51个心所里面呢，把最重要的抓出来啊。最重要的是哪3种心所最重要啊？哪3种心所啊？哪3种心所最重要啊？这3种心所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受想行啊。这3种最重要啊。受想行最重要，扣掉受想行啊，还有其他48个心所，都可以用受想行来涵盖它，都可以用受想行来涵盖它啊。你用受啊，就有很多种受；想呢，就可以有很多的想。比如说你是傲慢的，比如说你是贪的，比如说你是惭愧的，你是无惭的、无惭愧的啊，你是精进的，你是懈怠的，你是懒惰的，那都可以用受想行。行就是包括了受跟想以外的其他的心所法，那就是行啊。行意思就是变动啊，我们把它用愿望来代替，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变动的意思啊。那这样知道了哈，这知道了就是心王心所，心王用识来代表，心所51个，用最重要的受想行来代替，那先说这个色即是空啊，色即是空啊。那色透过这种分析呀，透过这种经验，透过这种禅修里面的体悟，就发现了它不是独一实有，它不是常以主宰，它是一直在改变的。因此才会说色不异空啊，色不异空。当然空也不异色啊，因为空性只要因缘和合，它就可以有色法产生啊。我看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有指教的没有？喂，有没有指教的？有没有指教的？没哈？哦，没的话，啊，没的话我们就休息啊。如果诸位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明天啊，这个提出来啊，或者是说等一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这些台湾来的大菩萨们啊，这个互相研讨啊，互相研讨，他们很乐意啊跟大家交换意见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